大家好，我是奈奈。我今天换了新的麦克风，不知道大家听起来觉得如何呢？今天想要跟大家聊我在巴塞隆纳的夏天。我今年7月的时候去西班牙展览，在那边度过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月哦。我话要说回到2年前，2年前我在台湾做了一个装置，它是一个摄影装置。我在展场放了一个透明的鱼缸，然后我把我手工放相的照片放到鱼缸里面。接着呢，我在里面放了一个打气机。打气机因为它的气泡会不断的和水一起冲击出一个力道，然后这股气泡呢就会把照片上面的影像慢慢的溶解，然后会溶解的那个药膜会被打出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纹路哦，就是用水原本的力道。然后当时我把这个作品叫做台北潮湿，然后后来就是展出。那感觉好像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懂哦，因为当时我觉得我的照片里面拍的好像不是现实的世界，但是我也不知道那背后无影名状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用这个装置去溶解。然后它是一个自己自己做成的一个展览，就是因为这个气泡机在展期里面它是自己会打出气泡，所以每一天这个展览的作品都会不断的改变，它很像就是有自己的生命。然后后来我就把做完以后就上传到我的 IG，然后就有一个陌生的账号来追踪我，就是这个摄影节团队。我当时发现他们在征件哦，所以我就投稿，然后结果没想到就开启了这个缘分。投稿上了以后呢，摄影节的总监 Pablo 就说他想要跟我一起远距把这个展览完成，因为当时2021年的时候刚好遇到了疫情。所以我当时没有办法去巴塞隆纳的现场布展。Pablo 呢就当我的代理人。我告诉他这个装置需要用什么材料，然后我把照片的档案传给他，他在当地输出，最后就是远距的在很像就是遥控一样，他在他家的浴室，然后一边问我，那可我们现在要加什么东西？加水啊？你要放哪一张照片啊？然后我们就是用视讯的方式，慢慢的做了快要1个月的时间哦。我们使用了各种的不同的溶剂，然后还有不同的气泡的力道，还有角度，希望可以把那个照片的纹路，就是让它变得很特别，然后是独一无二的。那因为它照片放进去以后就不能再跟动，全部都是靠那个气泡机的力道，所以当时就是来来回回花了很多的时间，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视讯开会，然后在一直实验这个过程。结果呢，有一天Pablo 就跟我说，那可我今天早上醒来，那些照片全部都变成白纸，就是因为气泡的力道太大。然后呢，我就说啊，我忘记跟你说，那个照片如果你大概放3天以上，就是如果你没有把那个插头拔掉的话，它就会变成一张白纸哦。然后Pablo 就突然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被雷打到，然后他就说，那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变成白纸的照片在巴塞隆纳展出。然后就说哈，Are you sure？就是哈勃就说，你应该要让大家看看你最多可以做到怎样，因为这些空白的相纸，他们仍然还是照片呢。然后心想说，好，总监都这样讲了，然后不然我们就试试看。
结果去年7月这批空白的照片就是在巴塞罗那当地的摄影中心展出，然后那个摄影中心是还是一个当地一个蛮大的机构，然后他们就是真的把那个鱼缸放在现场，就是现场这样子一直洗，然后墙上贴的就是一堆空白的照片，但还有一些照片是有纹路的但是我就非常的震惊，就是因为他们有传影片来给我看，就是现场有非常多的艺术家，虽然那时候有 COVID-19，但是很多人还是都有去看。然后他最后就跟我说，他们去年有2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看这个展览。然后，我收到那个影片了以后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说他们就是爱死这个作品了。然后当时就心里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同一个东西我在台湾展过，然后我觉得反应好像不是很热烈。然后但是就是他在西班牙展出之后，我就开始收到很多外国传来的讯息，都是问我说，他们觉得这个作品很好，然后问我人现在有没有在欧洲啊等等的。然后当时在隔离的时候，就是在台湾的时候，疫情还很严重，然后几乎都没有外出，然后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在那边。展览结束之后呢，Pablo 总监就邀请我今年也在继续的投作品哦。所以在今年1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规划好要在那边展出一个今年新做的录像作品。但是呢，后来我就开始在忙国内有一个剧场的阶段性呈现，然后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一直到6月的时候，因为我们原本是讲好7月的时候摄影节我人会出现在西班牙，但一直到6月的时候，我都还在忙我的那个剧场作品哦。然后当时其实心里是有一点害怕要去西班牙的，因为完全没有做好要出国的准备。然后我也不知道，心中就是总有一点担心哦。然后后来反正就是拖，然后一直都不敢买机票。那是什么让我后来决定要出国呢？其实呢，去年展完那个鱼缸的装置之后呢，就有一些艺术家，他们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做跨国的合作。其中呢，有一个来自阿根廷的女生，她叫做 Estefy。Estefy 在5月的时候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她做一个拍立得的一起的共同的创作？然后呢，她会把这个拍立得从阿根廷寄来台湾给我，然后继续帮她完成，再寄回去给她。结果呢，后来他真的把作品寄过来之后，我完成了以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寄回阿根廷。为什么呢？因为邮局啊，然后还有FedEx 等等的，就是都对阿根廷的送件关闭哦。那个时候，因为 COVID-19 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就因为我们一直有那个讯息的往来嘛，他就问我说：“那你今年7月会不会在西班牙？”然后就说：“我不知道就是我还很犹豫，虽然我已经答应了这样。”然后 Estefy 就说：他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样的团聚还来得更重要。他用的是 reunion 这个字眼哦。他说他知道这一切都很困难，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 reunion 还要来得更重要，所以他会去参加，然后他也会希望看到我。然后我当时后来就想了很久，他为什么要说 reunion？后来呢，我还去算了那个占卜哦，占卜的牌就显示说我应该要去，而且我去那边会遇到我的同伴，就是我不会是一个人去的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在前2个礼拜的时间，突然决定要去西班牙，然后就火速订了机票。然后呢，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Pablo 知道我有订了机票之后，他就帮我找到住宿，然后他还帮我联络了一个
纽约要过去的策展人，然后要帮我在那边放我的那个录像的作品。总之一切都非常的神奇哦。1个礼拜以后呢，我就在西班牙了。然后我一降落呢，Pablo 就是把我找去海滩旁边跟大家一起喝酒。我是下午到的，然后大概2个小时以后就已经看着巴塞罗那的海岸，然后跟大家一起喝酒。我在出发之前呢，听说过西班牙的艺术家都很疯狂。果然呢，我到了那边以后，我发现大家聊的话题都非常的没有一个极限哦，因为他们在海滩旁边就是在聊喝死藤水啊，然后一些神秘经验呐，还有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因为我到的那天就是刚好很多国外的艺术家也到了，当时有一个来自墨西哥的艺术家，然后也有来自纽泽西，还有阿根廷的2个电影导演。然后我发现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国度，但是我们好像在经历某一种相同的一种神秘的体验哦。然后我就问那个 Pablo 说他在西班牙的工作是做什么的，他说他其实是一个学历史的，那他在帮当地的建筑市政府做一些建筑的工程。然后就很不识相的问他说：“那你觉得历史写的是真的吗？”然后他就摇摇头说：“不，历史不是真的哦。”只有在那一刻，我就是确定西班牙的艺术家真的很疯狂，而且我觉得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哦，因为我去年才在那边展出了白纸。但是远距的工作方式跟直接现场的面对面真的完全的就是不一样哦。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真的是之前真的是很喜欢我的作品哦，因为隔天我们开始做展览，我们开始开工作坊，然后我就是马不停蹄的从早上就是一直到晚上都有很多的会议要参加，然后我也去参加其他艺术家的工作坊。然后就是中间就是有遇到去年有看我展览的人，就是会跑过来跟我说，他们一直过了1年以后，就是都还记得那个作品哦。他们没有看过我的人，但是知道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娜娜口，然后他来自台湾，然后做了一个东西这样子。就是他们，我突然发现我在那边好像还蛮多人知道我的嘛，然后我就又觉得，之前一直觉得用网络真的好不真实哦，然后但是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觉得很微妙，说不上来。因为呢，我原本觉得我不能浪费我在西班牙的时间，所以我就每天都把我的行程排得很满哦。几乎所有的会议我都想要参加，然后我还有排满了很多的工作坊，然后晚上就是又去跟不同的艺术家做社交，参加很多的活动，还有参观当地的伊廊等等等哦。然后后来有一天呢，我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我梦到墙上挂了一幅我的摄影作品，作品的背面呢就有一段隐藏的地址哦。我发现我自己变成了空气，然后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然后我就是去这个隐藏的地址，是去户外郊游哦。隔天 SFV 就跟我说，他觉得我们很像气体哦，就是他觉得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然后他觉得我们很像家人哦，还想要把这个过程写在他的创作日记里面。就是有一个从台湾来的艺术家，他为了把那个拍立得还给他，然后从台湾到到西班牙才有办法就是完成这个创作，然后他一边讲他就感动的落泪这样子。他就心里想说啊，我昨天也梦到我自己变成了空气。另外呢，我在摄影节里面还遇到了2个也是来自阿根廷的纪录片导演哦。他们一个是玛丽安娜，一个是晃，然后他们2个呢，其实也是跟我非常的有缘分哦，因为我最喜欢的电影导演是那个蔡明亮。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不但看过蔡明亮还有王家卫等等的华人导演的电影哦，他们喜欢的品味也跟我很相近。
然后呢，他们这次带去展览的那个纪录片呢，就是在讲说摄影其实没有办法保存的人类的记忆，就是像一个标本一样。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跟我去年做的那个鱼缸的装置很像哦，因为我当时有在我的笔记本上面写下一段话，就是摄影是人类记忆的方式，直到它变成了一个广阔空白的空间。我一直不知道这样的缘分是怎么样把我们牵起来的哦，但是就是当我回想到 Estefy 当时所说的 reunion，感觉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就很像一个剧场哦，就是我以前思考的东西，他们变成世界各地的人，然后来到我的面前。后来呢，我又看了一个录像的作品哦，它是一个也是从国外来参展的艺术家做的。然后我一看呢，就觉得他在讲那个炼金术士跟宇宙神秘之间的关联。然后这位艺术家他在现场也跟我互动哦，后来我们就开始常常出去约会，然后就是变成我后来的男朋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 Estefy 一直充当我的好姐妹、好闺蜜哦。因为这个艺术家他叫做 Tony 哦，Tony 他不太会讲英文，然后他是讲西班牙语，所以呢，我们之间就是用虽然是用英文沟通哦，但是我就会一直要请 Estefy 当翻译，就是去教我各式各样西班牙的情话要怎么讲哦。然后 Estefy，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去海边喝酒，然后 Estefy 就跟我说，你如果要跟一个男生说，就是你很喜欢他，那你应该要怎么说？然后，因为你不能说，在西班牙语里面，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以跟他说 me gustas mucho，就是我很喜欢你。但这个喜欢呢，可能适用于情侣之间哦。然后 Estefy 就说，如果你这样跟他说，然后就是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哦。Estefy 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她就是很有那种大姐头的感觉。对，我到了西班牙才发现，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 Estefy 她就是一个很正的正妹艺术家，结果她跟我说，她其实是3个小孩子的妈妈哦。就是她最大的小孩已经11岁了，然后她最小的也已经7岁了。所以我就非常的震惊，说他什么，就是之前网络上我们都很像是网友，然后就是这样通信了快要1年，你都没有说你有3个小孩哦。所以他在西班牙那边就是整个人就是一副妈妈要出来玩，现在我已经不是妈妈了的那种很疯狂的感觉。然后他每个晚上都就是画那个浓妆，然后很辣，然后他都会说，女生出来玩就是要擦那个 Chanel 的口红，然后他就会帮大家擦口红。总之呢，我觉得我还蛮融入那个很疯狂的艺术家的感觉哦，或者是我也没有那个职业，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人哦。然后呢，因为我很喜欢喝酒，所以我常常就是，不管是中午跟晚上，我都会手上都是会有酒，然后他们就会说，娜娜口，你就是找不到酒的话，应该要去哪边找，就是告诉我各种找酒的诀窍，因为在西班牙当地呢，你如果过了晚上，比方说11、12点以后，你是买不到酒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有一个艺术家酷妹，她跟我一样，酷妹也是一个酒鬼哦。她就是到处跟我说，哪边可以买酒啊。然后后来还有别人就是带我参加了那个，他们当地大麻合法化，你必须要加入一个会员。然后那位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他要帮我加入他们当地的会员哦，俱乐部的会员之后，就是可以合法的持有大麻。然后他们说，如果我成为会员以后，我就有资格再带别人进来。
就是他们政府是这样子规定的。然后当时就心里就天人交战，就是我要不要把摄影界里面的人带进去俱乐部一起去哦。然后呢，接着我就每天就是每天晚上都在巴塞罗那这里散步哦。然后去各式各样的空间，然后参观，然后去看那边当代艺术的东西，然后也跟 Tony 开始稳定交往哦。然后我记得 SFP 还跟我说，如果他跟你说 Demo，你一定要赶快跑哦，因为你们才认识2个礼拜哦，在西班牙文里面的 Demo 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哦。然后他讲这个的时候，SFP 的脸就非常的逗趣哦。然后我们还发生了各式各样很好玩的事情，感觉很像是夏天的热度，整个就是被巴塞罗那给点燃了。所以呢，后来呢，我才发现当初作品背后的那个隐藏的地址，其实好像就是跟大家一起的这种相聚哦。因为我记得，后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要先离开，就是离开西班牙去回到他们原本的国家，然后我会继续留下来，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去唱那个西班牙版的 KTV 哦。然后那天帕布罗就跟我说，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这个比整个摄影节都还要来的重要。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为什么他们要一直讲说我们需要 face to face 的交流是这个意思。然后就突然觉得很感动哦，因为我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来到那边遇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就很像家人哦，就是好像在那个地方有某一种很紧密的归属感。后来呢，我又跟 Tony 一起去了北西班牙的，真的是去户外郊游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拼凑我们之前认识的经过，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不是第一次认识彼此哦，就是我们以前在某一个时空中曾经相见过，然后我们开始在拼凑那个另一个时空的我们的记忆哦，然后它都是一些很片段的，但是很超写实的空间，我们就把这些空间拼起来，又另外再做了另外一支短片。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非常的奇妙啊，所以我不知道它怎么发生的哦，但是我一直想到当初他们看到我的那个鱼缸的作品哦，就是当现实溶解了以后，当它变成了一个空白而且广阔的空间了之后呢，很多意义都不再具有它原本表象的样子。我觉得是对于这背后意义的追求，然后所以让我们相聚在一起了。因为既然是实验摄影，它就有某一种抵抗传统摄影的革新的力量，就是其实追根究底，我们都是想要去突破某一种现有的意义，所以这个东西帮我们相聚在一起。好啦，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的精彩又有一点荒诞又疯狂的夏天，不知道大家的夏天过得如何呢？任何你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那我要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